你做的饭热量太高了。短短半年，我们全家都胖了有30斤，这样下去身体会出问题的。现在通知你，你被开除了，现在立刻马上滚！我儿子严重挑食，除了底薪，只要你能让他长肉，长1斤，我给你3万，10斤30万，以此类推，上不封顶。就凭我那把人喂胖30斤的手艺，这不等于送钱吗？别高兴得太早，我和太太要出国1个月，这期间有事找管家，顾家绝不赖账。少爷脾气别扭，但他最爱吃鸡蛋羹，他要闹着不吃，你就多哄几句，实在不行喂2口也行。这孩子嘴特别刁。接下来的1周，我终于领教了老板说的别高兴得太早。满桌的山珍海味，这小少爷统统不吃。我看着他，感觉到手的鸭子就要飞走了。这天我端着碗刚迈步，眼前突然发花，我端着碗走近，发现顾景浩一看见鸡蛋羹就往后缩，小手攥得紧紧的。我低头一看，他手臂上有几块红疹，这孩子8指是对鸡蛋过敏。旁边站着周秉义，嘴巴一张一合，手还指着我，像是把责任全甩到我身上。下一幕紧跟着闪过，饭碗边缘沾着一点痕迹，孩子死盯着那只碗，整个人都在发抖。再之后是急诊室，一张单子晃过去，上面只有2个字最清楚：鸡蛋。画面来得快，消失的也快，我攥紧了手指，后背吓出了冷汗。我抬眼朝角落看去，那个瘦的只剩一把骨头的小男孩就是顾景洪。我端着鸡蛋羹朝他走近。我不要吃鸡蛋羹，我不吃。唉，一看见我手里的碗，顾景恒立刻缩起身体，像受了惊。我脑中立刻想起今早周秉义说过的话：少爷最爱吃鸡蛋羹，你多做这个。要是他不肯张嘴，你就哄着他吃，真不行，耐心劝一劝。他是顾家唯一的孩子，从小惯坏了，嘴巴挑，我们拿他也没办法。想到刚才那些乱闪的画面，我手心都潮了。我今天做的这个可香了，里面放了猪油和葱花。我一边说，一边拿勺子舀了一小口，放到嘴边吹凉。可勺子才刚抬起来，新的画面又刺进脑海。顾景怀盯着饭碗，满眼都是害怕，碗边那点痕迹看得格外清楚。我心里顿时往下一沉，这孩子不是普通的不爱吃，他是被折腾出阴影了。你其实不是不喜欢鸡蛋，是不是？顾景航轻轻点了下头。我又问，你是不是心里有顾虑？他吸了吸鼻子，眼里的惊惧再也藏不住了。下一秒，我直接把勺子送进自己嘴里，没几下我就把那整碗鸡蛋羹全吃了个干净。放下碗后，我看着顾景怀，现在你放心了吧？我很注意卫生，你要是不想吃鸡蛋，以后我就不做了。你爱吃什么，直接告诉我，我做给你吃，行不行？真的，什么都行吗？他咬着唇，像是不敢信。当然，只有你说得出来，我就给你做得出来。别说家常小食，真要特别的东西，我也得琢磨办法。我想吃汉堡薯条。这也叫想吃的？我顺嘴就说了出来。以前上班累得跟狗一样，这玩意儿都快吃腻了。要是不方便，那就算了，也没关系。他脸上明显失望了一下，很快又装作没事儿。就在这时，我脑子里又晃出一截短画面。学校门口，一群孩子拿着汉堡薯条，吃得正鲜。顾景回站在边上，悄悄吞口水，再一闪，周秉义沉着脸，像抓到了什么把柄，准备拿这事儿做文章，想拿这招压我，我反而来劲了。我弯下身，对顾景清低声说：“等你今晚放学，我去接你，偷偷带你去吃。”顾景清眼睛一下亮了，嘴角也扬起来，连连点头。下午4点，我找了个买菜的借口，偷偷溜到小学门口等人。顾景涵一见到我，就按着书包小跑过来：“你真的来了？真带我去吗？”“当然带你去，我说过的话算数。”“嘘，不过这事不能告诉别人，尤其不能让周秉义知道。”到了快餐店，我给他点了汉堡、薯条、鸡翅和一杯少冰可乐。想了想，我又跑去盘买了两个冰淇淋。结果等我拿着冰淇淋回来，托盘已经空了。“对不起，我吃的太快了，只给你留了1个鸡翅。”顾景华摊开手，小声道歉：“你吃你的，我常吃这个，早吃烦了。”我话刚说完，不到1分钟，那只鸡翅也只剩骨头了。
顾景辉还在缩手指，一脸没吃够的样子。我看着他，心里更明白了，这孩子压根儿不是不吃饭，是被人吓得不敢吃。这个周秉义真让人不舒服。我正把冰淇淋递过去，半道却被一只大手抢走。你胆子不小啊，居然敢私下带少爷来吃这种东西，要是吃出不适，你担得起？你担得起吗？周秉义咬着牙，抬手就把冰淇淋摔到了地上。顾景平盯着地上的冰淇淋，吓得一下从椅上弹起来，赶紧躲到我背后。那双小手死死抓着我的衣角，轻轻发抖。周管家，少爷以前没吃过这个，我就是带他来尝一回，偶尔吃一次不会有事儿。我压着火气，耐着性子解释。周秉义瞥了我一眼，鼻子里冷哼一声：“他没吃过的东西多着呢，你不知道这些口味偏重吗？你给我等着，我马上跟主人说。”他说着就掏出手机，装模作样开始拨号。我站在原地，动都没动。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好，是我害你没工作了。顾景回急得带了哭腔，我抬手拍了拍他的肩：“别怕，你看着就行。”周秉义假装打了半天电话，见我一点不慌，脸色就有些挂不住了。他一把将我拽到旁边角落，压低声音：“这次我可以替你瞒过去，不告诉主人。”我看着他，没有说话，也没有求饶。不过以后你得听我的，尤其是少爷这边的事。每个月工资拿一部分交给我，算我照看你。那你还是去说吧。我直接甩开他的手，转身又去买了2个甜筒，自己一个，顾敬恒一个。行，你给我等着，我现在就说，你就准备离开吧。周秉义气得脸都青了，真把电话拨了出去。可挂断以后，他脸色更难看了，只扔下一句：“行啊，还挺会来事儿。这回算你走运，咱们以后慢慢看。”你不怕他吗？回家的路上，顾景前忍不住抬头问我，我蹲下来握住他的小手。怕他干什么？我们又没做错事，我不用怕，你也不用。以后你想吃什么就直接跟我说，我都给你做。你和以前那些阿姨不一样，他们一开始也会对我好，可只要周秉义一说，他们就不理我了，还说我挑食不听话，不是好孩子。他揉着眼睛，声音很小。他们不喜欢你，那是他们的问题，不是你的错。好孩子也会挑食啊，你去问问班上的同学，东西要是真好吃，谁会故意不吃？不管饭菜做得怎么样，反倒怪孩子，这算什么道理？那以后我们还能去吃吗？顾景恒仰着脸，小心翼翼地问。能去。耶，太好了！一大一小牵着手，开开心心往家走去。一进门，周秉义就捧着个700毫升的大杯子迎了上来，脸色阴沉沉的。少爷，到点喝牛奶了。顾景元一看到那杯东西，立刻朝我拼命摇头。我伸手去接，手指刚碰上杯身，脑子里又出现几幕画面。顾景回攒在床上，捂着肚子，地上还洒着半杯牛奶，紧跟着是医院的单子一闪而过，上面几个字我看得清清楚楚：牛奶不适。下一幕里，周秉义站在门边，神色平静，张口就说孩子是夜里蹬被子着了凉，顺手把责任全扣到保姆头上。画面散得很快，我却觉得后背一阵发冷。我没做声，端起那大杯牛奶，仰头就往嘴里灌，几口下去，喝得一滴不剩。我还故意打了个嗝，哎呦，渴坏我了，真解渴。周秉义的脸当场就绿了。你怎么回事？这是给少爷喝的，轮得到你？哎呀，真对不住，我刚才实在太渴，一下没忍住。我陪着笑，立刻接话，我马上去给少爷再倒一杯。我转身进了厨房，没多久又端着满满一杯出来。出来时，我冲顾敬恒飞快眨了下眼。我不喝牛奶。顾景恒还在往后躲，我把杯子送到他嘴边，
嘴上照样哄着，照样哄着。快喝吧，少爷。顾景怀先是一愣，很快就明白过来，接过去抱着杯子咕嘟咕嘟喝了。看到这一幕，小孩子长身体，牛奶必须喝。周秉义这才把手往背后一背，转身走了。以后牛奶我给你换掉，你每次喝的时候记得装得难受一点。说完，我又盯着他问：他都这样对你了，你怎么不跟你爸妈说？我说过，他们不信。顾景恒低下脑袋，声音闷闷的。他们说周管家帮过我，让我乖乖听他的。我眉头一下拧紧了，这种做法也太不妥了。我刚刚看到的那些画面，可一点不像，这里头肯定有问题。看来得先把他针对顾景煌的证据找出来。鸡蛋不能吃，我就拿嫩豆腐拌上淀粉去蒸，蒸好以后看着跟鸡蛋羹几乎没差。周秉义盯过几次，也没瞧出破绽。从那天起，我就带着顾景空明着听话，暗里对着干。早晚那2杯牛奶全让我换成了豆浆或者椰奶，顾家的牛奶最后基本都进了我自己肚子。家里的菜谱每天都被周秉义卡得很死，我表面照着买，回来却总会偷偷藏一点别的。到了饭点儿，碗上面摆着西兰花、青椒、苦瓜这些东西，可下面压着的却是番茄炖牛腩、糖醋小排，还有丝瓜蒸肉饼。每回吃完饭，周秉义看见顾景回碗里剩下的青菜，就一脸满意的给主人打电话：先生、太太，少爷右口还是差，补品千万不能停。再一闪，是间小小的咨询室，一个男人装模样的坐在里面，桌上摆着收费单，咨询费数额不小。后面的画面里，顾家夫妻忙着工作，连多问一句都没有，直接把钱转了过去。我捏着盘子的手顿时收紧，我这下彻底明白了，补品费、咨询费，一笔都不放过，一笔都不放过。这人心思太沉。转眼1个月过去，主人夫妻终于回来了。方若晴刚下车，看到顾继寒，先愣了一下，紧接着就叫出了声：“哎呀，景航，你脸怎么肿了？”太太，不是肿了，是长肉了。我笑着接了一句。这1个月下来，顾景恒明显圆了一圈，天天看着不显，上秤最直接。一听说是胖了，方若晴连包都顾不上放，马上叫人把体重秤拿来。数字一出来，夫妻俩脸上全是喜色。顾廷川笑得合不拢嘴。翠花，真得谢谢你，你太有办法了。方若晴更是直接把自己脖子上的丝巾取下来，绕到我脖子上。只要你能让景恒肯吃饭，身体养好。先生、太太，你们别被他蒙了，少爷这个月根本没吃多少，牛奶和蛋羹都是我劝着他吃下去的，怎么可能胖？他一定是背地里带少爷吃了口味重的东西，这就是虚胖。说着，他立刻掏出几张照片，你们看看，这是少爷每天剩下的饭，顿顿都剩，蔬菜一点没动。还有这个，我好几次看到他喝少爷的牛奶，这是视频。视频里抱着牛奶瓶喝的人，正是我。顾廷川和方若云的脸色一下沉了下来。不准你说翠花，你这样不对。顾景怀挥着小拳头，直接挡到了王翠花前面。景煌，怎么跟周管家说话？顾廷川皱了皱眉，转头看向王翠花。翠花，你有没有什么要解释的？我也不争，转身进屋，很快拿出一叠资料。这是少爷上周在学校做的体检报告，指标都正常，体重长了，身高也长了2厘米。夫妻俩一页页往后翻，脸色越来越差。我不知道啊，我要是知道，怎么可能还让少爷吃？少爷可是我用心照顾的。周秉义赶紧开口撇清，一提到用心照顾这几个字，夫妻俩的动作都停了。周秉义，我们当然信你，毕竟你一直很用心。
顾廷川的语气很郑重。方若晴把资料收起来，轻轻叹了口气。也怪我们整天忙着赚钱，把景皇忽略了。翠花，这次真的谢谢你，照顾得这么细。说完，他又看向我。可你既然知道他不适合，为什么还让他吃？也不早点告诉我们。爸爸妈妈，我以后能不能天天喝椰奶和豆奶？就算牛奶换了，鸡蛋羹也不能碰吧？少爷昨天还吃了一大碗。我转身进了厨房，把中午剩下的那碗鸡蛋羹端了出来。先生、太太，你们尝尝。这是豆腐，怎么做的跟鸡蛋羹一个样？少爷一直吃的是嫩豆腐，也能补蛋白。哪有几个小孩爱吃西兰花、苦瓜、青椒的？别老硬逼他。糖醋小排、清蒸狮子寿这些他明明就爱吃，可周管家天天让我买那些青菜，还不让搭别的菜，孩子怎么可能吃得下？顾廷川这才反应过来。这么说，景怀不是挑食，也不是胃口不好，他只是单纯不爱吃那些菜。方若晓看向周秉义，脸上的表情复杂起来。周秉英忽然抬起手，轻轻拍了下自己。是我考虑不周，我以为那些菜对身体好，想着让他多吃点儿，谁知道会变成这样。顾廷川夫妻赶紧上前去拦。周秉义，你也是为了景香好。那些菜本来就有营养，只是孩子不喜欢而已。我站在旁边，听得都想叹气。这两口子能把生意做这么大，也算不容易。这一场闹下来，最后的结果是周秉义工资涨了，我拿了丰厚奖励。不过也不是全没好处。从这以后，顾景怀吃什么，彻底归我管了。两人再也不用偷偷摸摸，夫妻在家待了2天，又出门了。这一趟要3个月后才回来。傍晚时分，顾景环坐在院子里发呆，抬头看着天。我走过去问他：“想他们了？”“不想。”他的声音淡淡的。“我早就习惯了，他们在家，我反而不自在。”少了周秉义天天盯着我和顾景红的日子一下轻松了不少。他现在直接喊我翠花，没外人在的时候我就叫他兄弟。我每天换着法子给他做吃的，隔3差5还带他出去打牙鸡。王翠花，鸡排好香啊！王翠花，这就是珍珠奶茶吗？里面的珍珠好弹。王翠花，我还能再吃一块臭豆腐吗？回去我立刻刷牙。看着他吃的眉开眼笑，我心里却有点发涩。这孩子明明生在条件很好的人家，可过的日子跟缺少陪伴的孩子也差不了多少。又过了1个月，顾景怀再长了8斤。顾廷川看完视频，高兴的直接打钱过来。翠花继续加油，翠花继续加油，顾景恒再胖个20-30斤才算正常。1周后，期末考结束了，暑假到了。暑假刚开始，家里就多了个男孩。这孩子个头比顾景孩还高1截，人也结实，手里霸着顾靖红的玩具，嘴里嚼着顾靖红的零食，四仰八趴躺在沙发上。更离谱的是，他还冲顾靖红抬了抬下巴。你快过来帮我捶捶肩膀，刚刚玩玩具，胳膊都酸了。还有，我肚子饿了，想吃大鸡腿。要是做的不够香，那你就得答应我，陪我搭1整天的积木。脸上全是得意。我把顾景怀拽到自己后面，先护住人，这才冷着脸问：“你谁呀？凭什么让少爷伺候你？”那男孩挺了挺胸口，神气的不行。我叫周天瑞，我爷爷是这家的大管家周秉业，这里的人都得听我的。我回头看了顾景回一眼，顾景回低着脑袋，没说话，只是轻轻点了下头。就在这一瞬，我眼前忽然一晃，几段尘封的画面猛地钻进脑子里。池边，年纪尚小的顾景航脚下一滑，整个人扑进水里，拼命挣扎。岸上的周秉义手还僵在半空中，动作明显没来得及收回。紧接着，他一把将身旁的周天瑞拽到身前。下一幕，方若晴突然赶到，周秉义立刻跳进水里，把孩子捞起，硬生生把一场不妥行为演成了帮忙。画面散掉后，我胸口发闷，
我以前只觉得周秉义私心重，没想到这人胆子这么肥。小孩嘴上神气，眼睛却亮晶晶的，藏不住想一起玩的期待。你爷爷是管家，这是他的工作，但这不代表你可以对别人呼来喝去。在这个家里，谁都不该被这样对待。说完，我牵起他的手，想先带他离开。周天瑞急了，从沙发上跳下来，追着我们喊：“不许走！你敢教训我，我要告诉爷爷！顾景恒，你快去把我的变形金刚拿来！”可那个是我爸爸送我的生日礼物。顾景怀的声音小小的，透着为难。不管，我就要玩。周天瑞跑得太急，不小心绊了一下，身体差点摔倒，我赶紧扶住他。我火气腾升上来了，冲着周天耀就说：“你这样太过分了，这是他自己家，你跑来冲什么大爷？”我顺手把周天瑞推开，结果顾景辉还没来得及哭，周天瑞倒先扯着嗓子嚎了起来。厨房那边很快跑出来一个老太太，是周秉义老婆。她一看到周天瑞哭，立刻快步走了过去。哎呦，我的大孙子，这是怎么了呀？奶奶，是他弄的我。我立刻指向顾景瑞额头上那片醒目的红印。你先看看少爷，是你孙子先把人推倒的。老太婆扫了一眼，根本没当回事，脸上全是敷衍。小孩子闹着玩，哪有不磕不碰的？你一个保姆插什么手？景怀，快把变形金刚拿下来，给弟弟玩。他说着就去拽顾景怀。顾景怀死死抱住楼梯栏杆，怎么都不肯松手。老太婆见他不动，抬脚就要自己上楼。你不拿，我自己去拿。等周秉义回来，我就让他把你这个保姆赶出去。顾景和终于忍不住哭了。那是我的生日礼物，你们不能抢！我一步挡到房门前，脸色很冷。少爷都说了不许动，你们谁都别碰他的东西。老太婆一下火了，袖子一撸就想往里闯，我直接把手机掏了出来。你再往前一步，我马上请人评理。这是主人家，不是你们周家的地盘，我就要进，你能拿我怎么样？老太婆梗着脖子往前顶。就在两人僵着的时候，门口传来一道声音：“你们闹什么？”周天瑞一看到他，哭得更大声，立刻扑过去告状：“爷爷，他推我！老头子，赶紧把这女人辞了！”周管家眯着眼看向我，神色阴沉，可我一点没躲，站在原地就把话说了出来：“周管家，这是主人的房子，不是你们一家说了算。”谁也没想到，周秉义脸色忽然一变，他转手就在周天瑞背上拍了一下：“天瑞，赶紧给少爷认错，一点规矩都没有。”到了晚上，我带顾敬坤去商场里钓鱼，我一边盯着水面，一边问他：“周天日是不是每年暑假都来？”“寒假也来。”顾景恒点头。他总这么对你，你没跟你爸妈说过？周秉义说他是来陪我玩的，爸爸妈妈觉得我没有朋友，还挺高兴。可是我不喜欢他，他老抢我东西，他奶奶还会拿我妈妈的东西。我不敢说，我打不过他。顾景恒捏着鱼竿，小声回我。鱼钩放了半天，水面一点动静都没有。顾景恒盯着那根鱼竿，脸上慢慢露出失落。我看了他一眼，干脆道：“别钓了，走，我直接给你买一条。”真的？顾景回眼睛一下亮了，立刻把鱼竿一丢。太好了！回去的路上，他一直抱着那条金鱼，怎么看都看不够。这是他头一回养自己的小宠物。可我越走，心里越觉得不对。周秉义平时态度强硬，今天怎么会突然服软，还当场说自己孙子？这里头肯定藏着事。刚进门，周秉义就换上了一张笑脸。正好你们回来了，下午是天瑞不懂事，明天中午我做东，请你们吃饭，再领少爷去看场电影，当是赔个不是。旁边那老太婆也跟着陪笑。
我一见到周秉义，眼前猛地发黑，一连串画面直冲进脑子。车子突然驶出岔口，司机紧急踩下刹车，车速却没能降下来。下一秒，车头撞上了路边护栏，腿部受了伤。最后一幕是深夜的车库，周秉义蹲在车旁，伸手去拧车底下的零件。等画面散掉，我后背已经湿了一层冷汗。我立刻明白，周秉义这是要抢先下手，而且是奔着伤人来的。第二天上午11点，车已经备好了。周秉义站在车边，笑着招呼：“怎么不上车？”我牵着顾静怀，神色一点没变。不了，这是少爷平时坐的车，我们坐不合适，自己打车过去。那商场见。我探出头朝他笑了笑。车子一开出院门，我立刻转头对司机开口：“小李，马上去安全的地方。你想安稳，就按我说的开。”司机先是一愣，见我脸色不对，也不敢问，赶紧掉头。1个小时后，我带着顾静恒到了商场。周秉义看见两人，整个人都僵住了。你们……我没给他多说的机会，拉开椅子就坐下。周管家，不是说请客吗？怎么你们自己先吃上了？我抬眼看着他，又补了一句：“还是说你早就认定我们到不了？”说完，我顺手拿起周天瑞面前那份牛排，放到顾景航跟前，尝尝，好吃。顾景侯低头就吃，那是我的，快还给我，爷爷！孩子胡说八道，我们是等太久了，才先吃2口垫垫肚子。周秉义表面还撑着镇定，额头上的汗却已经冒出来了。我看着他，声音不高不低：“也行，反正这是你在外头吃的最后一顿了，趁热吧。以后还想吃，得等很久了。”我说着坐稳，拿起一盘意面。周秉业手一顿，盯着他：“你这话什么意思？”字面意思。我抬眼，语气平平：“想伤害我和少爷，你想得倒挺美。等弄清楚情况，你自然就明白了。”很快，相关人员赶来，把周秉义直接带走。顾景怀压低声音问：“翠花，他真的会被处理吗？”“会。”我摸了摸他的头，做了不妥的事就得付代价。大家会把事情查清楚的。他又问：“你昨晚那么晚才回来，是去找证据了吗？”“当然，不然怎么保护我们？”我低头看了他一眼，我这才知道这孩子昨晚根本没睡。昨晚看见那些画面以后，我一点都不敢赌。我发现周秉义深夜在车库鬼鬼祟祟，跟过去拍下视频。第二天下午，顾廷川夫妇赶回了家，可两人一进门，居然还在替周秉言说话。翠花，这里面是不是有误会？周管家人那么好，怎么可能害景怀？他一直很照顾孩子啊。我听得直皱眉。你们感谢他没错，可也不能糊涂成这样。景航这些年过的什么日子，你们知道吗？我也懒得再解释，直接打开电视，把自己提前藏好的摄像头和录音笔里的东西全放了出来。视频和录音放了足足1个多小时。看完以后，客厅里几个人都红了眼。景皇，是爸爸对不起你，让你受苦了。妈妈以后不走了，就留在家陪你，谁也别想再欺负你。顾景辉红着眼，小声开口：“爸爸妈妈，别让周天瑞再来了，我不喜欢他。”案子很快有了结果，周秉义因为危险行为受到了应有的处理。宣判以后，他还态度不好地瞪着我：“姓王的，你给我等着，我不会忘记的。”我看着他，什么都没说。可就在这时，我眼前忽然又闪过画面，泳池边，小小的顾景纯站在水边，后面突然伸来一只手，猛地一推，孩子一下掉进了池子。再一闪，角落里站着个年轻保姆，脸色煞白，手里还攥着抹布，显然把全过程都看见了。最后是几张旧钞票塞进他手里，那个保姆眼睛通红，被赶出了顾家。
画面散掉后，我一下就明白了，当年少爷落水那件事，果然不是表面上那样，而且还有证人。2天后，我和顾廷川夫妇一起找到了那个保姆，对方起初死活不认，嘴很硬。可等我把话说开，又见顾廷川夫妇都亲自来了，他终于撑不住，哭着把当年的真相说了出来。他亲眼看见。听完这些，顾廷川腿一软，差点站不住，方若晴更是当场晕了过去。顾廷川又气又悔，声音都发抖了。这么多年，我们竟然把孩子交给一个想伤害他的人照顾，任由他针对景怀，还被骗了费用。现在他居然还想开车伤害景怀。方若晴醒过来后，也回想起了当年的细节。那天我听见哭声跑过去时，周秉义就站在桶池边上。是看到我来了，他才跳下去的。那时候他神情慌得很，根本不像是在救人。最后，周秉义又因为不当行为被追加处理，加上前面的事，一并受到严惩。1年后，我拎着饭盒去学校给顾静还送午饭。我刚到教学楼下，一个小姑娘就眼尖地跑了过来。姐姐，你是来给我送饭的吗？我都快2年没吃过你做的菜了，我现在都瘦了，我爸妈也瘦了，你跟我回去做饭好不好？我这才认出来，眼前这个蕊蕊竟然和顾景恒在一个班。蕊蕊鼻子嗅了嗅，眼睛一下亮了。今天是糖醋小排吧？我都闻出来了。他说着就伸手去够饭盒，却被我抬手挡了回去。这时蕊蕊妈妈也走近了，她上下打量了我一眼，原来真是你啊，正好省得我再找，今晚跟我回去上班，工资还照以前给。不好意思，我现在已经有工作了，你还是找别人吧。你能做什么？不还是给人做饭带孩子？除了我家，还有谁肯给你开高薪？我刚想接话，旁边忽然窜出来一道小身影，顾景回去一把拉住他的手。饭也是我的，他是我家的。他说完又冷着脸补了一句，还有，王小姐现在待遇很好，你们请不起，离远点。这几句一出口，蕊蕊母女俩当场僵住，脸色都变了。蕊蕊妈妈脸涨得通红，张了张嘴，半天没挤出一句完整的话。最后她只能不太高兴地瞪了我一眼，拽着蕊蕊灰溜溜走了。人一走，我就笑了，抬手揉了揉顾景怀的头。行啊你，现在说话这么有气势啦。顾景恒扬起脸，眼睛亮晶晶的。那当然，我不能让别人欺负你。几年一晃就过去了，现在的顾景恒和从前那个瘦得像根柴，总缩在角落里的小孩已经完全不一样。他长高了不少，脸上也有肉了，眼神干净明亮。顾家这些年同样变了很多。顾廷川和方若晴把大部分海外生意都收了回来，重心转到国内。再忙，他们也会空出时间陪顾吉回吃饭说话，晚上睡前还会给他讲故事。家里再没有仗势欺人的管家，也没有那些见不得人的盘算，剩下的只有厨房的热气和一家人的笑声。我依旧留在顾家，不过现在我早就不是普通保姆了。顾廷川专门给我弄了一个私人膳食工作室，顾景回每天吃什么，怎么搭配营养，全由我来负责。偶尔顾廷川和方若晴的饮食调理，我也会一并照看。我待遇丰厚，收入已经把同行甩开一大截，可我从没想过走。一是顾景回早把我当成最亲近的人了，二是我是真的喜欢现在这个家。这天傍晚，我刚把玉米排骨汤炖上桌，门口就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。顾景喝背着书包冲进来，跑得小脸通红。翠花姐姐，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，下周学校要办亲子露营，爸爸妈妈说他们陪我去，还说要带上你。我一边擦手一边笑着接话，
真的？那我得提前准备吃的，露营可不能马虎。顾景恒立刻掰着手指开始报菜单。我要烤鸡翅、烤香肠、棉花糖、棉花糖、棉花糖，还要冰果汁。他说的又快又兴奋，整个人都快蹦起来了。这时，顾廷川也从外面回来了，他一边脱外套，一边笑着说：“这次是3天2夜，帐篷和设备我都安排好了。翠花，你只管准备吃的，别的不用管，别的不用管。我给你和景航都备了外套，山里晚上凉，别到时候着凉了。”看着他们一家和和气气的商量露营，我心里也跟着热乎起来。那个曾经冷冰冰、气氛压抑的顾家，总算真正像个家了。出发前一天一早，我就去了超市，鸡翅、五花肉、大虾、时令蔬菜、水果、面包、牛奶，还有顾锦章爱吃的零食，我一口气买了满满3大车。回到家后，我就一直没闲下来。鸡翅要先腌，烤串要先穿，水果得切，三明治也得提前做好。顾景怀蹲在他旁边，不时递个盘子，送根竹签，忙得还挺认真。翠花姐姐，我也帮你。我笑着看了他一眼。行啊，我们景怀现在也能打下手了。这些年，顾景恒就是在他们一点点照顾下长大的，日子平顺，家里安稳。就这样，很多年过去了。周秉义接受处理到现在，已经过了很多年。这些年，顾家早就换了模样。当年那个处处受制、气氛沉闷的豪门，如今早已不一样了。顾景煌也不是从前那个瘦瘦小小、见人就缩的孩子，他长到了1.85米，性格外向，读书也一直出色。后来顺利考进名校，学的是金融。毕业以后，他直接进了自家公司，很快成了顾廷川身边最能办事的人。我这些年也变了很多，我不再只是顾家的保姆。顾廷川替我开的私人膳食工作室，如今在整座城都算有名气，平时接待的都是条件很好的人和艺人。在外，我是很多人的专属营养顾问。在顾家，我的位置更不一样。顾廷川和方若晴早把我当成半个女儿看待。多年过去，旧伤也被时间一点点压平了，留下来的大多是安稳和暖意。我也一直觉得，当年被周秉义算计、折磨、威胁的那段日子已经翻篇了。我以为那种黑暗只会留在记忆里，却忘了有些人就算被约束再久，骨子里的不妥也不会自己烂掉。这一天，正好是周秉义重获自由的日子。门口慢慢打开，一个头发花白、被微微弯着的老人从里面走了出来。他穿着一身发旧的衣服，人也瘦了不少，可那双眼还是一样阴沉的吓人，像盯着猎物的狼。这些年的约束没让他生出半点悔意，相反，只把他心里的怨恨熬得更深。他恨我，觉得是我毁了自己一辈子，也恨顾景怀断了他的财路，连顾家夫妻他也一起记恨上了。在他看来，那2个人有眼无珠，宁可信一个保姆，也不肯信他。王翠花、顾景红、顾家。周秉义低低念着这几个名字，嘴角慢慢咧开。我出来了，你们的安生日子也该到头了。离开后，他没回家，也没找旧人，而是先找了家最便宜的小旅馆住下。手上那点钱被他拿去买了部2手手机，接着他就开始一遍遍查顾家这些年的消息。看到我现在身价不低，工作室也做得越来越大，凭什么一个从乡下来的保姆能踩着他活成如今这副样子？又凭什么那个小崽子能安安稳稳接手家业，什么都不缺？他不服，也不甘心，他要报复。他要让这些人把现在拥有的一切全吐出来。在那间破旅馆里，他整整窝了3天。这3天，他反复盘算，把路一步步想清楚。如今的顾家早就不是过去那个轻易能下手的时候了。家里有保镖，防备也严，真要硬来，他根本碰不到人，所以他只能换个法子，从最脆弱的地方下刀。而他第一个盯上的就是我，因为他太明白了，我是顾家最柔软的一块，也是顾建成最不能碰的人。只要先把我拖下来，让我名声烂掉，顾家肯定会乱，顾景怀也一定会被扎得最疼。而此时的我对这些还一无所知。我的日子平静又忙碌，每天一早，我照旧亲手给顾景怀